2026年5月8号，美国政府一口气解密了162份档案，包含120份正式报告、28段影像资料、14张照片，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排到今天，全部指向同一件事，那些几十年都说不清楚的不明飞行现象。这件事把很多人重新拉回一个老问题：宇宙里到底有没有别的文明？如果有，他们现在在哪儿，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聊一聊。类似的解密动作，这几年不止美国一家在做，法国、英国、智利、乌拉圭都陆续开放过自己压了几十年的档案。五角大楼下属的专门办公室这几年也在持续公布分析报告，里面明确写着，绝大多数案例最终能找到常规解释，比如气象气球、无人机或者光学错觉。但每一批报告里总有一小部分案例用现有的物理知识和飞行器性能标准怎么套都套不进去。说白了，全世界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劲，想看清天上那些解释不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今天我想换一个几乎没人走过的角度来聊，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角度。你有没有发现，每次聊到外星文明，我们的思路永远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我们在找他们，我们在发射信号，我们拿着望远镜扫遍夜空，我们在问为什么找不到。人类花了60多年把整片天空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捞到，然后各种解释轮番上场，大过滤器、黑暗森林，一个接一个假说，回答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在哪儿？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们？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一句，这整条思路会不会从起点就走反了？1960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启动了奥兹玛计划，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性的监听宇宙里有没有别的声音。1961年，德雷克又提出了那道著名的方程，把银河系里可能存在的文明数量拆成一串因子相乘。这道方程本身没有给出答案，因为每一个因子都靠猜，可他把找他们这件事钉成了一套持续了60多年的科研范式。1974年，人类还向5仙座球状星团发射过一条定向信息，按它当时发射的方向和速度算，还要再飞25000年才能抵达。就算目的地真有对象，等他们回信，又是25000年的往返。人类文明现在的历史长度还塞不进这个来回的一半。你看，从德雷克到阿雷西博，从射电巡天到今天的伽利略计划，60多年过去了，人类做的所有事方向都是一致的。我们在主动出击，我们在往外发信号，我们在往外看。可这一整套框架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反过来的那个问题：如果对方早就看见了我们，会是什么样子？2025年2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发表了一份计算，人类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就在不停地往宇宙里泄露信号，雷达、广播、电视全部以光速向外扩散，到今天已经走了大约12000光年，银河系的直径差不多10万光年，这12000光年是它的1/8。这是一个装得下无数恒星系统的巨大球体。研究说的是，只要有一个文明处在这个范围以内，探测水平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就足以发现地球的存在，分析出大气的成分，判断出我们是不是工业文明，甚至猜出我们有没有核武器，城市大概分布在哪儿。这份计算用的模型并不神秘，就是把人类的电磁泄漏源，从2战时期的雷达到冷战期间的军用通讯，再到民用广播，按时间顺序一层层叠加，再用光速推算信号的扩散范围。方法很朴素，可结果摆出来还是让人愣一下。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举着望远镜往黑暗里张望的一方，是主动出击的搜索者。可换个角度看，对任何有能力观测我们的文明来说，地球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已经是一份公开的样本，一个持续广播的坐标，一个早就暴露的目标。
我们没找到他们，不等于他们没找到我们。这一个翻转，问题的性质整个变了，不再是他们在哪儿，我们怎么找到他们，而是如果真有什么东西一直知道我们在这儿，那是什么形态，用什么方式在看，为什么迟迟没出现，而我们又为什么一点都感觉不到？你说这两组问题差多少？差得远了。后面这组要深得多，也让人坐不住得多。先想象一个画面，实验室里，研究员戴着护目镜，俯身在显微镜前，培养皿里几百万个细菌正在分裂、移动、传递化学信号，甚至表现出某种类似决策的行为。研究员就那样看着他们，手指轻轻转动焦距，那几百万个细菌对正在凝视他们的这个巨大存在，有没有半点察觉？完全没有。不是因为研究员藏起来了，他就站在那儿，体积比整片菌落大出无法计量的倍数。可细菌感知不到，不是因为刺激太弱，而是因为细菌的身体里压根就没有能识别人类这种存在的器官，更谈不上理解。有人正在看着我这件事，研究员甚至可以对着培养皿说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这些声音以震动的形式传递到了空气和液体里，可细菌处理的信息类别里从来就没有语言这一项。声音对他来说，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只是一种无意义的物理扰动。这不是隐藏，是维度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1973年，天文学家约翰·鲍尔在期刊《伊卡洛斯》上发表过论文，他提出先进文明可能把地球当成某种自然保护区，在观察，但选择不出手。他给出的理由很冷，说干预没有意义，就像你不会俯身向培养皿里的细菌做自我介绍。不是因为你善良，是这件事根本没法执行。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推得更狠，他说如果超级智能和人类的认知差距超过了人类和细菌的差距，那沟通这件事从根子上就不成立。不是技术不够，是双方压根儿没有共同的信息处理框架。就像你没法用微积分给一个还不认识数字的孩子讲极限，不是孩子笨，是中间缺了太多层台阶。这里说的差距比这个例子要大出去无数个数量级。你能不能对着一只细菌解释什么叫语言？你能不能对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生命解释什么叫等待？有些东西的理解需要接收方先具备某种认知底座，底座不存在，信号发出去等于没发出去。你朝宇宙喊了一嗓子，对方听到了，可那对他来说可能只是背景噪音的一部分，可能压根不落在他能处理的信息种类里。现在你先别急着接受这个结论，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件事得先搞清楚。如果真有文明在观察我们，它得有多先进才行。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达肖夫在1964年提出过一套分级方法，按能源利用规模把文明分成3个等级。人类现在处在 0.73 型，连1型的门槛都没摸到。1型文明能把自己所在行星接收到的全部能量一滴不漏全用上。人类全球的能源消耗连太阳能量总量的1/1000都不到。2型文明能直接驾驭一整颗恒星，太阳每秒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亿颗氢弹同时爆炸。这些能量2型文明可以按需调配。3型文明再往上，能源利用覆盖整个星系，数千亿颗恒星都是它们的电池。要实现这种规模的能量调配，必然用到我们还没掌握的技术。光是把能量远距离传输且不产生损耗，现有理论里都还没有解法。银河系已经存在了130亿年，人类从学会冶炼金属到今天撑死几千年，在这条轴上，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刻度都算不上。银河系里最早一批适合孕育生命的恒星100亿年前就登场了，哪怕对方只比我们早诞生100万年。人类几千年的技术史也不过是他们的零头。要是早了1亿年，
这个差距在直觉上根本没法想象。把银河系130亿年的历史压缩成1天24小时，人类从学会冶炼金属到现在，撑死占最后0点几秒。你眨一下眼，这段历史就已经翻篇了。而那些可能早诞生了上亿年的文明，他们在这一天里，可能早在中午，甚至更早就已经登场。剩下的10几个小时，他们一直在发展。你我不过是这最后一瞬间才冒出来的新生儿。你说是不是？对一个2型文明来说，观察地球是件多难的事。驾驭一颗恒星的能量，对他来说是日常操作。想看460亿光年以内的某颗行星，代价几乎是0，动机只需要一点点好奇心，或者干脆是一套自动监测系统。你会发现一件让人不太舒服的事，我们一直在讨论他们有没有能力观察我们，可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肯定的。只要这样的文明存在，观察对它几乎不花什么代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能力，而是选择。为什么观察？用什么方式观察？看到之后打算怎么对待我们？观察在发生，我们却毫无察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往上走一层，画面从细菌换成蚂蚁，研究员蹲在蚁穴旁边，一连观察好几年，记录运输路线，分析繁殖节律，了解的比蚂蚁自己还透彻。但研究员会不会俯身用树枝在蚁穴边敲出节奏，试图和他们沟通？不会，不是做不到，是这件事从根子上没有意义。你注意，这一层和细菌不一样，蚂蚁是有感知的，它们有视觉，有嗅觉，能感知到研究员的存在。可这份感知不够到能理解另一个智慧，生命想和自己交流，就算研究员精心设计了一套信号，蚂蚁也没法把它识别成信息，只能把它当成石头或者天气变化。打招呼这件事是有门槛的。赛提研究所提出过一个银河俱乐部概念，说先进文明之间有一种默契，对还没达到某个技术门槛的文明保持静默，不接触，不打扰。这不是某个文明的个人选择，而更像一种科研伦理里的规矩。一旦干扰，你观察的东西本身就变了。道理是相通的，差别只是尺度从一个村落放大到了整个星系。可这里有个漏洞，只要有一个文明不守规矩，体系就崩了。帕帕贾尼斯在1978年给出了一个宇宙隔离区假说，静默不靠自觉，靠的是某种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类似星际尺度上的国际法。谁不守规矩，信号就会被判定成噪音。他还提出过一个非常具体的设想，先进文明想长期观察地球，最理性的选择是把装置伪装成小行星，藏在小行星带里，离地球够近，还能实时记录。装置可以连续运行几百万年，不用更换。最关键的是，在我们眼里，它就是又一颗普通小行星，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小行星，根本不会多看一眼。你猜我们有没有系统的做过这件事？几乎没有。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太科幻了。有一种流传很广的理论叫黑暗森林，说宇宙的沉默来自恐惧和生存竞争，所有文明都在藏起来。这个逻辑听起来很顺，可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有一个隐藏假设？假设所有文明的核心目标都是生存。如果这个假设站不住呢？换一种实用主义的逻辑，一个3型文明和地球建立关系能得到什么？信息上我们知道的它全知道，资源上地球那点资源对它来说和一粒沙子差不多。在它的时间尺度里，人类文明高度不稳定，今天联系上，明天可能因为内部冲突就自我瓦解，投入的成本直接打水漂。从纯粹的性价比角度算，回报低到不值得。消灭一个还处在早期阶段，连星际航行都做不到的文明，对一个3型文明来说，能换来什么好处？更合理的选择，也许根本不是攻击，也不是躲藏，
而是单纯地画出一条不接触的界限，继续观察，没有傲慢，只有理性计算。一个还在用内耗消耗能量的物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机未到的观察对象。也许那道门槛是双向的，不仅是等我们具备某种技术，也是在等我们具备某种稳定性。一个还在内部相互竞争，还没解决基本协作问题的物种，和它建立宇宙级的关系，这段关系能撑多久？也许人类能不能在不自我毁灭的前提下撑得足够久，本身就是门槛的一部分。那条标准我们现在够了吗？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次大规模冲突，源头都差不多。如果一个文明连这两个最基础的问题都反复栽在同一个坑里，那对任何高等文明来说，这确实更像一个还没走出青春期的物种，值得记录，但还谈不上值得深交。1950年，物理学家费米随口问了一句：他们都在哪儿呢？宇宙这么大，年龄这么老，按概率应该到处都是文明，可我们连一丝痕迹都没看到。这70多年，人类给出的解释越堆越多：大过滤器、黑暗森林、动物园假说、模拟假说。你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些假说彼此之间经常互相矛盾，而且没有一个被彻底证实。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远远不够回答这道题。再往深处走，第3层比喻，一条鱼在玻璃缸里游了一辈子，它能游到最远的地方就是缸壁，缸壁是透明的，光能穿过去。可鱼没有能理解外面空间的概念，缸里没有别的鱼，于是它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宇宙里唯一的一条鱼。你说这条鱼远不远？放大到我们身上，我们能看到的宇宙半径大约460亿光年，这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鱼缸，我们生在里面没得选。可有没有可能存在人为的鱼缸？如果有一个文明先进到某种程度，有没有能力影响我们所能接收的信息范围，让我们误以为看到的就是全部？尼克·博斯特罗姆的模拟假说把问题推到了最极端。如果一个文明能创造精密模拟现实，那它可能运行了无数个模拟宇宙。你是身处模拟中的概率，远大于身处真实宇宙的概率。从细菌到蚂蚁，再到鱼缸，一层比一层让人坐不住，因为每一层都在告诉你，你能感知的范围其实更小一圈。细菌彻底无感，蚂蚁感知不到一土，鱼缸这一层最狠，鱼连边界之外这个选项都没有存在过。宇宙物质构成你能看见的一切只占总智能的 5%， 剩下的 95% 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我们对这两样东西几乎一无所知。有没有可能先进文明的基础设施就建在暗物质结构里，或者建在某种我们完全不理解的物理基底上？剩下的 95% 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构成信息，就像紫外线对人眼根本不构成颜色一样，不是看不清，是从一开始就落在感知范围之外。我们闭着眼睛站在一个陌生房间里，然后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你这话有多少底气？我们说宇宙是空的，用的就是同一套逻辑，除了推理还有异常现象，比如快速射电暴，几毫秒之内爆发巨大的能量，然后瞬间消失。有些重复出现的样本规律程度甚至超出了自然模型的预期。再比如塔比之星，亮度极其不规则的骤降，没有任何单一自然现象能解释。如果我们真的被观察着，那些痕迹很可能根本不长我们设想的样子，只是我们手里暂时没有认出它的工具。我们找外星人的方式围绕着水、氧气、碳基分子。这套标准是从地球出发的，不是从宇宙出发的。就像你在城市里丢了钥匙，只在路灯下找，不是因为钥匙在那儿，是因为那里恰好有光、宜居带、液态水、氧气，就是我们手里那盏路灯。如果外星生命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呢？如果他们早就完成了
向电子或更先进载体的转型。塞斯·肖斯塔克认为，宇宙里最古老的那批文明很可能早就不是生物了，没有中心化的个体，没有生老病死，可以在任何允许信息处理的介质里运行。拿温度计去测一首曲子的响度，工具和目标从根子上就不匹配。如果他们在休眠呢？为了最大化计算能力，等待宇宙变得更冷。这也是一种理性。说到底，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极其罕见。我们夹在地球史的最后这一小段，赶上了窗口期，我们第一次有眼睛能看到系外行星的大气，第一次主动发射信号，从一个嗡嗡作响的物种变成了一个开始向外探测的物种，性质变了。如果我们越来越容易被注意到，那接下来靠近我们的要么是接触，要么是干预，而人类连自己内部的分歧都处理不完。如果明天有什么东西出现在轨道上，谁来代表地球说话？我们找不到他们，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在，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整套搜索框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假设上。我们一直在找一种更厉害的人类，可宇宙里真正存在的，也许是一种连存在这个词都未必适用的东西。也许那162份档案里的影像从来就不是什么飞行器，我们拿着研究人类的分类框架去套一个可能根本不属于这套框架的东西，得不出答案，不是运气不好，是工具从一开始就配不上问题。也许我们需要换的不只是答案，而是整个问题。这期就聊到这儿，你觉得我们更像细菌，更像蚂蚁，还是那条鱼？下一期打算聊聊档案里几个最没法用常规方式解释的具体案例，关注了才不会错过，咱们下期见。